一个我最爱的设计要回归，然后一个我觉得最恼人的设计终于要消失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苹果爹，特别感谢今天影片的赞助商 SetApp。OK， 好，那我用了 M1 的 MacBook Air， 将近大概1个月左右。那整体的感想，我觉得99%都是非常的满意。那当然，它缺少的东西，在我购买的时候，我就已经知道它什么没有了，因为毕竟它是一个最低规的 Mac。OK， 那我买的又是 MacBook Air， 自己使用上觉得有一点点差，就是在它萤幕的亮度。那这一点当然我是有使用外接萤幕，可是当我有时候要在使用它原本里面的萤幕的时候，我觉得再亮一点点会更好。那其实，在它的 MacBook Pro 的那一款的话，它萤幕也是比这款 Air 还要亮。那希望有什么呢？我觉得希望就是有 Face ID 吧，因为我目前使用 Touch ID， 我觉得还是不太方便。虽然这台 MacBook Air 是摆在我前面，可是可能会有一个距离。那我会用外接萤幕，还有自己的蓝牙键盘，所以我觉得说，在这个距离如果可以直接扫描，我就不用伸手过去解锁这一些东西的话，我觉得是会方便不少。OK， 那下一台我最期待的就是换成今天我们要讲到的14寸或是16寸的 MacBook Pro。那其实还有更多消息传出来，就是还有新的 iMac， 还有 Mac Pro。那我们等一下慢慢讲到。那最近一个准度很高其实2个准度很高的神人同时间爆料。那我们就先来讲 iMac 的部分 ，OK？ 那 iMac 这边说会有2个不一样的尺寸，它的外形设计我们先前有提到过，会很类似Pro Display XDR 那样的设计，所以在它下面下巴的部分会缩减起来，然后它变成里面的组件都可以放在萤幕的后面。以我们现在看到 Pro Display 的设计，其实我觉得要做到这点应该还算蛮简单的啦。然后看到现在 M 晶片的省效啊，还有它的热能方面都控制得非常好，所以要放在这样的一个尺寸跟结构里面，我觉得是绰绰有余，而且也非常够用的。那在萤幕尺寸上面的话，目前的猜测就是比较小台那一台会是24寸的萤幕，那大台那一台的话就不太确定是30寸或是32寸。那我个人会觉得或许应该要32寸吧，因为这样可以跟它的 Pro Display XDR 就是一样的尺寸。那你可能买一台 iMac， 然后再配上一台 Pro Display XDR， 那这样整组下来就要30-40万。那这样萤幕比电脑还贵，反正苹果的广告都拿它来搭配它的 Mac Mini， 我觉得这样或许也可以啦。那消息里面也同时指出会有比较低规版的萤幕会同时一起贩售，那我觉得可能就是取代现在的 LG 的 Ultra Fine 4K 跟 5K。那这次我希望就是挂苹果自己的品牌，就不要是 LG 的品牌。那这一台的话，目前预计可能是要在第3季之后才会推出。那我们现在就来讲到14寸跟16寸的这一台，我觉得这一台的目前传出来的消息是先前都没有传出来过的，然后这也是让我对这一次的新设计非常的兴奋。那首先我们先来讲它的基本规格，就14寸跟16寸，然后它会整个重新设计，所以它整体的外形会比较像现在的 iPhone 12然后还有 iMac Pro， 就是它是比较垂直角的设计。那你会说先前可能也是这样切直角，可是先前在底部还有它萤幕上面的地方，它有一个弧度起来，据说现在就是会完全切平直角，所以说它在整体的厚度方面可能会比以前还薄一点点，可是在你的手感上面会感觉比以前厚，就有一点像现在的 iPhone 12，它的厚度其实是比11薄，可是你抓在手上会以为它好像比较大比较厚。那据说里面会使用的晶片叫做 M1X， 效能会大大的超前 Intel。这一次的新设计就不会再提供 Intel CPU 的选择。然后在里面设计的部分有一个我最恼人，我觉得最讨厌的地方就是它的 Touch Bar。那这个当然就是每个人使用状况不一样。以我个人来讲，我觉得这个 Touch Bar 我使用它的几率小到让我觉得它根本不太需要存在。可是它对我造成的麻烦却又多于我会使用它的一个程度，我不知道这样讲合不合理。比如说我在使用 Final Cut 好了，很多我要快速做到的事情，其实就是用它里面的快捷键，对我而言是更方便。所以这个时候上面那个 Touch Bar， 第一它离我比较远，那第二我要另外去设定，这个都不会比我直接在滑鼠或键盘上面设定好还要方便。所以我只能说以我使用的习惯，这个是一个多余的东西。那我又偏偏知道就是说，因为有这个 Touch Bar， 垫高了整个 MacBook Pro 的成本，所以付比较多钱，强迫你要去购买一个你不太会去使用它的东西，我就觉得实在是有点不太需要。那这次很高兴的这个新闻提到
Touch Bar 会移除，可能有人很习惯用 Touch Bar 的人，据我了解是算偏少数了。那这一点对那一部分有习惯的人可能就是比较可惜一点。OK，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最让人诟病，就是它2016年更新的时候，它直接把所有的外接孔都改掉，就变成只有4个 USB-C 跟 Thunderbolt 的孔。那这个一开始很多人非常不习惯，那到后来其实慢慢的苹果就推进很多其他厂商也更快速的使用 USB-C 这个规格，所以我觉得也不可否认苹果在这个方面是有点小功劳啦。可是但重点就是我平常还是要常常用到 SD 卡这个插槽，这个常常在我出去啊，有时候在外拍什么的时候，变成就一定要多带一个东西，是那么多人会使用到的一个插槽。其实我觉得苹果当初在它的空间设计上，它是可以再放进去的，可它可能就是有点故意要强迫别人整个产业的跟进。那事实证明到现在，大家都还是很需要这个 SD 卡的插槽，所以希望苹果这一次会把它加回来。那我们这边还不太确定它会有什么外接孔加回来啦。那我自己的话是希望看到 SD 卡的插槽。OK， 那萤幕的话，有神人说会有 Mini LED 的萤幕，然后因为这样才能达到他们所要求的萤幕亮度还有对比，所以萤幕就可以直接显示 HDR 的影片。这个对平常要剪辑这类影片的人来说会非常有帮助。最后讲到一个，我觉得我一直希望他们会把它带回来，可是我不敢去妄想。那苹果现在慢慢的会听使用者的需求，然后把一些功能慢慢加回来或改变它的设计。那这一次可能性我觉得增大。他们说他们2个神人同时都讲到会有 MagSafe。那如果现在有比较新一点的用户不知道什么是 MagSafe 的话，其实并不是像现在 iPhone 上面现在这个 MagSafe。以前的 MagSafe 在 MacBook 上面，它就是一个磁吸式的充电孔，它小小一个，它主要的功能就是只有充电。那它就是放在上面，那有人可能走过去绊倒的时候，它不会把整台电脑都抽走。这个部分跟现在 iPhone 上的其实就有点不太一样，这个概念，它的设计概念跟它的实物使用的性质就有点差距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当初很多人在问的一个问题啦，为什么一定要拿掉 MagSafe？ 真的有省掉那么多空间吗？那现在听到这个功能会回归，我是非常高兴，我觉得有会非常实用。有一个人提到就是说，可能还是会有资料传输的功能，这一点我就不太确定。那14寸、16寸的这一台呢，它的发售时间预计是在第2、第3季之间。那我个人觉得很有可能，像他们先前的往例来讲，就是在6月的开发者大会上面会发表这一台。我相信有非常多人跟我一样都在等这一台的上市。那下一个我们就来讲到 Mac Pro Mini。但讲到之前，我们先来感谢一下今天的干爹 ，OK， 也是我爱用的 Set App。那我有一支专门介绍这个订阅制软体的影片，现在有越来越多的 App 转为订阅制，那 Set App 就是集中了很多强大使用的 App 在里面。但是你不用个别去订阅每一个 App， 你只要订阅 Set App 就能使用他们配合的100多款 Apps。今天我们就来重点介绍其中一个叫做 Maca Studio。你打开这个 App 之后，你可以在里面看到非常多不同的装置的图片。那它里面的图片可能有包含背景的或是已经帮你去好背的。举例，比如说我现在今天做了一个 iPhone 的影片，可能 iPhone 相关或是 iPhone 教学的，我可以在里面找到 iPhone 的图片，然后并汇入我需要的桌面，像我先前做一个桌面小技巧之类的。那这样我自己设计的桌面就会呈现在这上面的所有装置上，那我就可以去里面挑选我觉得最适合的一张啊，不管是哪个角度适合我的封面，然后直接按下下载的按钮，我就有一张非常逼真的模拟图。像这种已经去背打上阴影的图，就可以直接套用在不同的背景上面使用。那这样在我制作封面的时候，其实就方便了不少。那这只是 Set App 里面上百款使用 Apps 里面的其中一款，以后我会再来慢慢介绍其他我用的 App。整体使用下来，我觉得其实订阅 Set App 会省下更多钱。那如果你不确定会不会用到的话，你也可以免费去试用 Set App 7天后再决定。那7天免费试用的链接我就会放在下方咯。OK， 那我们再回来讲到 Mac Pro。还是这应该比较像是 Mac Pro Mini 这台机器对我而言一直是一个很遥远的机器。那以前除了在上课的时候有用到 Mac Pro， 不是我自己买的，是学校有，然后我去学校用。那我自己说真的也不太有很多理由去买它，然后再加上现在苹果晶片的效能这么强大，我现在用一台最低规的 MacBook Air 基本上就能应付我很多使用的需求，所以更让我没有借口去买这种比较高规高端的 Mac。可是我相信还是有很多真正专业使用需求的人很期待这台新的 Mac Pro 推出。那现在消息传出来是说会有一台比 Mac Pro 还要小的，那它的大小会很接近，就是先前如果你们有印象的话，就是 Power Mac 的 G4 的 Cube 那一台，就是一个方形长方形的 Cube。我觉得那台设计是 Mac 里面设计最好看的其中一台，大家可以去看看。但除了这一台之外，大台的 Mac Pro 还会再有一次更新，那它还是会有 Intel 的晶片在里面，但是这台小台的搭配苹果自家晶片的，会有苹果的32
到64核心的晶片，然后搭配苹果自家的独立显卡。那在散热方面，如果是说这种小型的设计，我觉得以现在苹果晶片的效能来说，大家也不太需要去担心这一点。这台小台 Mac Pro 的上市时间目前是抓在至少要在2022年。那苹果为什么要再多保留1年再次升级 Intel 的 Mac Pro 呢？因为毕竟还是有蛮多专业人士有这样的需求，那也难确保就是说他们使用这些专业软体，然后还有里面所有硬体的规格，到那个时候会不会都支援苹果自家晶片的电脑？但某一方面来说，我觉得这样也会造成一个强烈的对比啦。就像在现阶段，你同时可以买到一些 M1 机种的 Mac， 然后你也可以同时买到 Intel 机种的 Mac， 那可能在同个商品线上，那它的价格有一段差距，可是同时你又可以看到 M1 的 Mac 表现超出 Intel Mac 那么多。这样的做法当然不是故意啦，应该不是故意啦，我觉得也让 Intel 有点难堪。然后加上现在 AMD 也是一样在抢食这个市场，那看看 Intel 会不会真的终于拿出一点诚意呢？那是真的拿出来哦，不是像先前那样每次都是雷声大雨点小。OK， 好，那今天的快报大致上就这样。如果你们有什么其他更多的消息啊，或是问题想要分享的话，都在下方留言。如果有更多的消息不方便在留言区里面讲出来的话，也随时可以在 IG 啊或者是 Twitter 上面私讯我，现在都会去看。那先前有一些我没有看到，现在都慢慢的回复了。OK， 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，我是苹果爹，我们下次影片见喽，拜。